家好，最近自从重开我的牙医说见此时尚专栏之后陆陆续续已经有2个来礼拜了吧，几乎以每天一篇这样的节奏，每次大概5-6分钟、10来分钟不等，以一种漫谈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不仅是作为牙医，同时我相信也是广大民众切身相关的有关牙齿健康的一些话题。我尽可能的试图站在医生和民众的中间，因为确实来讲我曾经是一个做了几十年医生的退休的医务工作者，曾经在相当长的服务我的病人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无数的民众对医疗的疑虑，对牙医的误解，对牙科诊疗的恐惧。他们在希望获得健康的牙齿管理的同时，又希望避免自己去到一个难以掌控、没有话语权的医疗机构，去按照医生的要求，在他们的牙齿上面，甚至周围的组织上面动刀动枪。他们不仅要付出获得治疗的时间，要承受在治疗中的不适，甚至是痛苦，他们还要为那些有时候他们没法理解的治疗付费，甚至在极端的情况底下，要让他们的钱包有大出血的可能。如此种种，一边是作为医疗的提供方，牙医开设的牙科诊所，他需要每天有足够的病人得到他的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的专业价值得到体现。所以确实是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尤其是那些刚刚开设自己诊所的牙医们，面对门庭冷落的诊所发愁，甚至需要去参加很多经营牙科诊所的管理课程，学习一些怎么来吸引病人，让病人能够愿意到他的诊所来接受治疗的一些宣传的方法，甚至说是营销的手段，都是一些做生意的手法。甚至有些诊所渐渐忘记了自己是谁。而这种现象更多见于中国那些蓬勃发展的大城市，可能是由于在这样的城市的发展过程当中，造就了牙科医疗市场的发展。因为老百姓从温饱逐渐有相当一部分人向富裕的过程在转化，渐渐牙齿不仅是获取食物、帮助消化的工具，而且也渐渐地变成了展示时尚的门面，进而就有了牙齿时尚化的趋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医疗市场之中，牙科的广告满天飞，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似乎我们的医生和相当数量的民众渐渐把牙齿美观变成了一种时尚生活的追求。那这样的风潮当然肯定不是局限于中国，放眼走前一步的西方诸国，年轻的群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他们的牙齿上面下功夫，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用去到牙科诊所寻求牙医的帮忙，你都可以在一些商业中心里面见到牙齿美白各种的促销，甚至你到一家药妆店，你也能去买到让牙齿变白的牙贴套装。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某些牙医变成了时尚代言人和牙科时尚化的推手，而普通的民众对于那些让牙齿变美的种种传说总有一种距离感。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时尚是在健康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的老百姓的口腔里面还有众多摇摇晃晃的牙齿，还有在进食过程当中酸软疼痛，在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甚至很多人的口腔里面都不是完整的牙列，牙齿和牙齿之间缺少支撑的状态还比比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的民众来讲，牙齿健康为何物，牙齿健康和他们全身状况的关联性，以及还有很多错误的认知，需要不断改进的不良的用牙习惯，需要更多学习才能够掌握的正确的护牙方法。面对这样的现实，其实我们的牙医的工作应该更多的从牙病的预防、普通疾病的诊治，最起码在我们可以预及的这1-2代人之中，我们的牙医更应该回归到对民众健康保健的指引、常见病诊治、长期牙齿和口腔功能的维护。只有这样，牙医们，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社区化的全科牙医们，
他们才能够和民众的实际的需求和目前他们口腔中的牙齿的状态的现实相结合。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并且有足够的医疗的需求，牙医们，特别是那些开医的牙医们，才可以回应民众这些最基本的需求。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的牙医们自然就会和他的病人形成一个长期的关系。那牙医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有了稳定的患者群体，并且让这一部分的群体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免受普通牙病的困扰，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中，把这些病人口腔当中长期留存下来的一些牙病和缺失的功能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相信这些病人将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们在健康基础上对牙齿美观时尚方面的追求。而牙医本身也是在治疗普通牙病的千锤百炼之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技艺，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去掌握更大难度更新颖技术的诊疗的方法。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和他的病人朋友们相得益彰，一起慢慢变老，所以才会有一位牙医不但面对一位病人，而是面对整个家庭，甚至最终面对好几代人的信任，并且为他这些病人长期的服务过程当中圆满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体现。医生应该做的是做好他自己能力可及得心应手的治疗项目，把自己治疗的稳定性、有效性和治疗品质放在第一位。相信呢，这是赢得病人跟随、受到病人长期信任，并且得到最大美誉度的不二之选。所以我们的医生在跟病人的长期的相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会站在病人的利益上，为病人的长远利益考虑，尽可能的在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推荐自己信任，同时也是让患者得到更确实的诊疗品质的专科医生。同样的，作为患者，虽然他和他的医生长期相处，对他的医生有十足的信任，但他同时也要理解到，医生的事业需要漫长时间的攀登，新的技术和复杂病例的处置需要医生经过相当长的不断的继续学习，才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准。所以即便是你相信你的医生，你也应该重视你医生的在治疗方案方面提出的，尤其是他推荐的专科医生能够为你带来更好的看病体验和更确实的治疗效果。我自己在相当漫长的行医的过程当中，可能和国内很多医生走的路有相似的地方。曾经也是公立医院一位专科医生，后来因为机缘凑巧，在国外学习了不少全科牙医和管理民众牙病健康，了解到牙科社区化是主流，照顾自己的病人长期的牙齿健康是牙医的主要职责所在。因而在回国之后呢，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位全科牙医，并且在很多年的实践当中收获了很多病人的信任，也在自己的能力所及范围内照顾了很多的家庭他们长期的健康。尤其呢是根据自己的曾经在东西方接受过教育的背景，以及对中西方医疗文化的了解和理解，使得我在行医的很多年里慢慢积累了来自世界各地起码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人种，说着不同语言，做着不同工作，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需要全科牙医对他们长期的牙齿健康进行管理，而且他们也非常希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能够找到一位类似于他们国家的全科牙医，并且愿意为他们的牙齿健康管理这种最基本的需要倾注热情，并且乐此不疲的全科牙医。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相信也是我的好运，我和他们之间就这样找到了很多共同点，可以说使得我得到了我在西方国家学习行医过程当中未了的心愿，不仅延续了我的牙科医疗业务，
更重要的呢，是在和他们的友好相处之中得到了他们的尊重，使得我每次在诊所上班的时候，有一种每天都在接待老朋友的感觉，使得诊疗变成了一种大家都能够放松，即便是治疗方面有些挑战，病人也可以通过和医生之间的交流，了解更多的诊疗过程的细节，并且在可能出现不适或者难以避免的疼痛之前，事先了解到这样的过程，并在心理上面做好某种的准备。正是医生和患者之间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我对他们的需求十分了解，并且通过诊疗内外的交流，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日常。在看诊之余，我们会分享对世界的看法，交流人生的意义所在，还有很多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事物的看法，享受到了很多行医过程当中和病人们相处中的喜悦，而这些呢，也是我未来最美好的回忆，相信呢，也是作为一名医生职业生涯的最大的满足。今天呢，也是因为下雨天坐困家中，所以呢，也就在家里和大家呢敞开心扉，聊聊我理解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作为一名牙医，医生的价值体现和快乐所在。相信呢，在未来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医生，以及今后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们，因为获取信息更加快捷，整个国家经济好转，民众在解决牙病和追求健康时尚方面正在进行的转化，所以呢，下一代的医生肯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是有一条也同样需要他们潜下心来，和自己的病人长期的相处，相互回应医生和病人双方的诉求，相互信任，长期维系良好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医生才可以更坦然的成长，病人呢，在医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获得更多和更好的关照。今天的牙医说带有更多的感性之处，我相信呢，任何一位医生都有像我一样的内心感受，只是可能有时候也很难找到一个机会，能够和自己的病人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些内心的情感。对于病人而言，恐怕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些每天掩隐在自信的面孔后面的医生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所思所想。希望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呢，从中也多少能够理解医生的心路历程，同时呢，也时常表达你真心的感谢，并且呢，鼓励他们取得更高的成就。医生和患者共同形成一个温暖的医患关系，相信这是最好的共同的结果。我们这一期的牙医说电齿时尚专栏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赏和聆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